不知道有多少人爱上摄影，最开始是因为这样刀锐奶画的画面。时间回到2016年，索尼发布了第一颗 G Master 镜头85-1.4。当时还在上学的我，为了买下它吃了好几个月的泡面。那时隔8年多，它终于迎来了它的第2代。但是你先别着急买泡面，因为85这类长焦镜头，如果你用不好，可能会把人脸拍胖，腿拍得特别短。所以这一期的像素长街，我会给大家分享85定的使用场景和小技巧。就算你没有相机，但平时会喜欢用手机的3倍摄像头拍摄，相信也能帮到你。而这期拍摄的大部分画面都是这颗最新发布的索尼85f1.4第2代拍摄的。在欧洲每天冒着被偷的风险，最终是体验了2个礼拜的我们，跟大家聊聊这颗镜头有哪些是觉得意外的惊喜，哪些则还有那么一点遗憾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西班牙，这次来我们还有一个隐藏任务。这一次西班牙只要不被偷，我们就胜利了。完了，要进肥窝了。西班牙呢？西班牙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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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手机在你那儿吗？没有啊。85怎么用？首先，85这个焦段配合着1.4的大光圈有3个特点：大光圈、压缩感和视野窄。那大光圈能把你不想要的东西虚化，压缩感是把看起来很远的2个物体拉近，那视野窄就像是用了望远镜，看得远，但是却看得少。所以它的第一个使用场景就是要突出拍摄主体，但背景往往杂乱无章，或者说无关紧要。那比如漫展、婚礼，当然还有 live house。不过建议抢到前排座位的时候用，不然像我一样迟到了，在最后一排就只能拍到氛围了。还有，如果你是爱人但喜欢拍摄一些人文，用85拍摄可以安静的不打扰到别人的情况下，拍出人最自然的感觉。那对于摄影的陌生感，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压缩感。相比于像35、50这样的常规焦段，85它的压缩感会相对的比较强。所以如果风景离人很远的话，用85拍摄能够缩短人到风景的距离。我们在用它的时候，尽量的找一些引导线，去找一些重复的、有规律性的建筑，这样画面呢就比较有厚重的质感。如果两边都没有引导线的话，也可以尽可能的把相机放低，用地砖上的线条来做这个引导线。3. 有灯的环境，85的定焦通常能让这些光源在夜晚的时候变成这种又大又圆的光斑。那在电影或者电视剧中，这种镜头往往用来烘托一些情绪。韩剧特别常用，比如说男女主角其实是一个4平8稳的一个对话镜头，突然间插一个85，然后后边全是圆形光斑，会突然间特有氛围。咱们露营的那天，我不是下了那个全景机位吗？小魏就在那用85嘛。我每次过去看那个机位的时候，我都会哇，就会这样一下哇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视频中插入几个这类镜头。当然，这类镜头就像是一类大餐最后的甜点，在合适的地方用会非常的加分，但是吃多了容易腻。85永远都是可能在我们创作中的其中就是锦上添花。对，90分的片子突然间。因为那一个镜头拉到100分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帮你通过这一个镜头就拉到90分。第4点，借用前景。那前景如果有大量运动的物体，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广场上拍的鸽子的时候，大光圈拍就会显得非常的浪漫。如果没有鸽子，那我觉得下雪或者说秋天落叶的时候也可以这么拍。那如果前景是不动的，我们也可以利用框架来拍人，就会有很强的那种窥视感。那我们在西班牙的托萨小镇的这个狗洞也是利用了这个特点吧。很多电影都会使用这样的手法，比如《后窗》、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、《窃听风云》等等等，就有大量的这种窥视镜头。大家也可以去学习一下，因为即便是8年以后的今天，上面提到的这类画面，手机也通常给不到，人眼也看不到，它会给我带来一种陌生感。当时的我以为这就是电影感。而且是不需要整个剧组配合就能拍出来的电影感。如果你想要在广角端拍出有电影感的画面，我们往往需要在置景、美术、灯光上面做很大的功夫。那一个人是通常很难实现的。但是像85这样的焦段则不同，在一个不错的光感下，一个突出的主体往往就很容易出片儿。但即便如此，它也有一些不适用的场景。2. 剁手前景式。如果你在选第一颗镜头，而且是想拍视频或者 vlog 的话，我其实不太建议你买它，因为视频和图片还不一样，它往往需要一些不同的景别和焦段，通过剪辑讲这个故事。但是85它不能变焦，而且视野非常的窄，很难交代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、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。像米老师这2个镜头都是用85拍的，你能分清楚哪个是在广州，哪个是在西班牙吗？
如果你是做探店、旅游啊，比如说在缆车、巴士上的一些狭窄的空间，如果你挂着它，可能拍起来就会非常的局促。另外，它非常不适合自拍，因为它要退到3米以外才能得到一个半身的构图。那如果是在西班牙，治安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地方，我用3脚架再用85自拍，那可能相机镜头就都没了。他现在被盘问呢，感觉真看不出来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这次在欧洲为了不被偷，还做了几种防备，在这儿可以安利给大家。防偷第1步，偷走。防偷第2步，第3步，把衣服掀开。我手机在你那儿吗？没有啊，你刚刚不是在看地图吗？别拍了，别拍了。没有，这手一直拉着的，我回去找找。你一直拍着，是你拿了吧？第3点，拍人会比较考验技术。大家知道，焦段越长，在相同的构图下拍的人脸就越扁，所以用85拍特写其实特别的考验技术。拍正脸的话，尤为的显胖，特别是像我们亚洲人的脸，可能没有像欧洲人那么的立体，所以特别特写的正面镜头是我们需要规避的。那如果拍全景的话，85又会把人的腿拍得很短。那这里建议大家多拍一些中近景的斜侧脸或者侧脸，可能会更容易出片。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个用85拍人拍得特别好的摄影师，叫简鲍恩。他曾经用50和85镜头给伍迪·艾伦啊、伊莎白2世、撒切尔夫人、约翰·列侬拍过肖像，且大部分都是用的自然光。大家可以搜搜看，或许能有所启发。3，新85怎么样？说完了85能干嘛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时隔8年更新的索尼85G Master 2代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它的画质。一般镜头光圈开最大的时候，画质往往会有所下降，或者说在逆光的时候，边缘往往有一些紫边。当然，这个85G Master 2代光圈全开的情况下，每条头发丝儿都能数得清楚，甚至因为太锐了，我不喜欢，所以在拍米2的时候还特地加了黑柔镜。另外，镜头镀膜也运用了全新的技术啊，紫边也比上一代改善了不少。那逆光时眩光呢也不明显，在光线杂乱的时候也没有出现鬼影。那如果你没有听懂没关系，简单的说就是画质很顶，因为它的上一代在各个国外权威的评分网站上评分都超级高，这一代的评分还没有出来啊，但我觉得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越是长焦的镜头，往往就越难对焦。拿851代拍视频必须切手动对焦，因为找焦的时候会前后抽，找焦的时候声音巨大到直接录到机型。而第2代85G Master 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首先对焦更灵敏了，视频抓猫猫狗狗啊、动物，这也完全不是问题。那对焦的声音也变小了非常多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1、2代的区别。那呼吸效应在这一代也有所改善。众所周知啊，如果预算充足，用索尼相机配原厂的镜头，当然是能发挥最好的效果。像机身上的这个呼吸效应补偿协同防抖功能，只能适配原厂的镜头。相比1代呢，2代多了一个光圈环锁定的开关，镜头的正上方多了一个焦点锁定的按钮。和上一代相比，这个镜头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的减肥成功。它瘦了，它大小没变，它瘦了。轻了20%，差不多是一台 iPhone 15的重量，握起来也更加的舒服。另外就是这个重量上稳定器也更容易调频。剁手以前，先要聊聊它的缺点了。第一个就是最近对焦距离太远了，手动是80厘米，自动是85厘米，在这点上不如2470的70段。拍人的话，最极致只能框到大头，没有办法拍到眼睛的特别微距的特写啊，等等等。第二点，长焦镜头拍东西是更容易抖的，而这颗85不带防抖。其实结尾想跟大家聊聊85这个焦段。大家知道索尼是微单里有最多镜头可以选择的品牌，光原厂就有70多支镜头。那这支85 f1.4 2代是 G Master 系列里边的第20支镜头，
确实容易挑花了眼。但这个镜头出了以后，我想我还是会自己买一支，因为最快最简单出片的方法就是做减法。所以往往为什么我们在新疆、云南、新西兰、瑞士这种美景人少的地方更出片？因为那些景色就是做减法的一个极致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天天旅游，对不对？也不可能像拍电影一样，有专业的灯光组、美术组、服化道去服务你。所以我们大部分创作的场景应该还是在下班，在家附近走街串巷，或者周末到公园里去散散步，甚至是足不出户是一个生活的角落。而这些环境里不好看的元素，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轻易挪动的。而85往往能用最低的成本将杂乱的线条、挑头的色彩剔出我们的画面。所以无论你是单兵作战的摄影师，还是刚刚入门的新手，拿它创作，相信是非常容易出片的。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它能迷住当年那个刚刚学电影的我。